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2025年90部必看剧推荐，国色芳华杨紫《藏海传》肖战。2025年即将迎来多部备受期待的剧，不少观众喜爱的明星将重磅回归。古装剧中，肖战主演的《藏海传》备受瞩目，赵露思参演的《许我耀眼》在拍摄时便话题不断，而杨紫与李现这对童颜夫妇再次合作，带来新作《国色芳华》。粉丝们对这些剧集的上线日期翘首以待。今年的剧集不仅包括多部改编自小说和漫画的作品，还集合了豪华的卡司阵容。无论是古装还是都市题材、爱情、仙侠和悬疑等多种类型应有尽有。快来看看以下45部2025年必看剧，准备家暴你的追剧清单吧。2025电视剧推荐1：国色芳华。国色芳华讲述商贾织女和韦芳从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中和离出户，凭借培育珍惜牡丹的技能进军商界，勇闯长安。他与隐忍的天子近尘花鸟石蒋长阳合作，在蒋府后院创业种花，打造花享荣品牌，让牡丹花香飘入长安千家万户。随着秦舞娘、朱福、吕庚春的加入，他们克服困难，发挥各自所长，和韦芳赎回祖产方圆，收容困境女性，助其学艺谋生，将方圆打造成繁花女儿国。在蒋长阳建议下，他创办毋庸堂发展实业，造福百姓。两人互相扶持，暗生情愫，最终携手平定叛乱，双双退隐。2025电视剧推荐2：五福临门。主演演员卢玉晓、王星越、倪虹洁、刘些宁、陈赫伊、吴宣仪、黄圣池、柯颖、梁咏琪、黄杨土田、董思成、李云瑞、曾舜晞、蓝盈莹。上架北京时间2025年，播出平台芒果 TV。五福临门剧情讲述北宋仁宗年间，丽娘子为4位待嫁女儿寻求良缘，远赴汴京投奔已婚的二女福慧。然而，汴京生存不易，丽家众人只得重操旧业做生意，并物色合适的好郎君。三娘康宁精明泼辣，与同样聪明的柴安在斗争中互生情愫。二娘福慧与风流的范良汉斗智斗勇。大娘寿华守寡无心再嫁，却与探花郎杜养熙结为夫妻。四娘娇憨可爱，爱上冷面判官沈慧照，助其破奇案。五娘乐善，性格张扬，与纨绔子弟杨羡慕成为御赐姻缘，笑料不断。最终，丽家女儿们都收获了幸福，谱写了一出北宋市井姻缘喜剧。2025电视剧推荐3：水龙吟。水龙吟讲述唐丽慈因昔日好友的构陷，被迫卷入风流店颠覆武林的阴谋。他以域外武学往生谱潜入13楼，至斗剑王城，联盟碧落宫，入主中原剑会，与风流店展开对弈。在此过程中，他与池云、沈郎魂等人结下深厚羁绊，被群侠为守护苍生不计生死的勇气所感动。最终，唐丽慈选择肩负起江湖的未来使命，决心守护武林和平。2025电视剧推荐4：成家。一生要强的秦天岳被派至婚恋网站心动网新收购的子公司丘比特任经理。他理工科毕业，热衷用大数据速配客户，追求高效。而原丘比特金牌顾问冯清明则注重情感需求，主张小伙慢炖式的感情培养。面对秦天岳的强势改革，冯清明倍感冲击。在业务摩擦中，两人克服障碍，为不同背景与需求的客户寻找对象，解决相亲难题，帮助许多黄者。随着一次次交锋，他们从对立到互相欣赏，并产生情愫。这对欢喜冤家最终携手开创新事业，共同探寻幸福真意。
2025电视剧推荐5韶华若锦。成康11年，定北王江绪为调查军饷贪墨案，结束8年边关戍守，回到大显朝。贪墨案牵连甚广，为尽快查明真凶并肃清朝堂，江绪自愿迎娶将门之后的明坛，保护名家免受利用。随着阴谋逐渐揭开，江绪发现贪墨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决心彻底清除相关势力。未料名家遭诬陷，家破人亡。江绪为名家洗清冤屈，与明坛在坎坷中萌生真情，携手瓦解敌势。最终，他们揭开真相，将凶手绳之以法，保卫百姓安全，也收获了爱情。2025电视剧推荐6人心俱乐部。飒爽的神经外科医生刘子毅正准备与男友结婚时，发现男友因特殊原因被送到他工作的医院，这让他备受打击，不得不体面地结束这段关系。心胸外科医生秦文斌表面上玩世不恭，实则心中有数，虽然工作顺利，但婚姻出现问题，陷入迷茫。两人各自面对生活的困扰，但在手术台上却是互相支持的战友。通过不断成长和合作，他们共同疗愈彼此，找回生活的平衡。2025电视剧推荐7时差1万公里。故事讲述前财经主播张冉不甘心于海外的平凡生活，手握国内 MCN 公司的 offer， 带着丈夫傅玉东回国，准备成为搞笑网红。不料，拥有博士学历的装修工丈夫却先一步抓住机会，成为创业公司的吉祥物 CEO。从此，夫妻2人各自展开戏谑的升级打怪之旅。在这段过程中，他们在迷失中重新找回了初心与爱情。2025电视剧推荐8纵然。易子墨一直在父母的掌控下成长，直到在福安遇见乌秀后，才决定反抗父母，改名任战出国留学。归国后，他成为摄影师。2025年，任战因工作再次来到福安，并在10年一遇的流星雨之夜捡到乌秀曾用过的手机，意外的能与10年前的乌秀对话。乌秀曾在与10年前的易子墨的爱情中受到伤害。2025年的任战为挽回错过的爱情，悉心照料乌秀，帮助他恢复记忆，展开了一段错位的跨时空爱恋。2025电视剧推荐9利剑玫瑰。女警邓妍一心想进入禁毒支队，查明缉毒警察男友的死亡真相。在一次解救婴儿人质的行动中表现出色，被调到天海市公安局打拐办任代理主任。为破获拐卖儿童和外地少女的案件，邓妍凭借缜密的推理和无畏的行动，赢得同事的钦佩与支持。他不惧罪犯的狡诈与凶残，与同事们共同努力，经历调查、抓捕、解救等重重困难，包括诬告停职与买凶暗杀，最终将犯罪集团绳之以法，揭开了惊天阴谋的幕后真相，并逐步靠近男友被害的真相。2025电视剧推荐1时蜀锦人家。晚唐时期，蜀锦名扬天下，权贵争相追捧，军中更用以锦代饷，寸锦寸金，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益州季家出产的蜀红丝千金难求，享有蜀红衣出千红窟的美誉。季家小娘子季英英自幼聪慧，醉心染丝，天赋逐渐显露。织锦大户赵家的赵修元因爱生恨，对季家处处涉阻。景王世家庶子杨静兰游学归来，调查当年谜案，与季英英携手化解危机。季英英的染色记忆引起南诏白王胜丰泽的觊觎。面对南诏威胁，英英以身涉险保护匠人，杨静兰孤身入南诏，与他联手振兴锦业，留下蜀锦佳话。2025电视剧推荐1时1仙台有术。20年前，西山派掌门木清歌为保护苍生，牺牲金丹将徒弟苏易水身上的灵泉封印，却被误认为魔头，遭4大玄门联合绞杀。苏易水得知真相后，
历经艰险找到转生术，献出半颗金丹助木青哥重生。20年后，木青哥转生成为薛冉冉，苏一水收他为徒，誓言保护。灵泉封印松动，魔修遁天欲利用其力量祸乱人间。苏一水遵从师命，不惜性命将灵泉封回幽界，但遭遁天陷害失忆。即使失忆，苏一水仍再次爱上薛冉冉，两人携手破除遁天阴谋，守护苍生，还世间清明。2025电视剧推荐12代我醒来时，江荣市女刑警尤明许深入川西追查连环杀人案，偶然遇见受伤失忆的犯罪心理学教授殷逢，两人成为探案搭档。殷逢失忆后心智如少年般天真，走进了尤明许因幼年失母而封闭的内心。办案中，殷逢展现卓越的犯罪心理分析能力，尤明许则依靠丰富经验和敏锐直觉，在殷逢的协助下屡破奇案。两人从陌生逐渐走向默契，并萌生爱情。殷逢恢复记忆后，发现哥哥可能是杀害尤明许母亲的凶手。为解开19年前的谜案，两人抽丝剥茧，最终揭开真相，让真凶伏法。2025电视剧推荐13藏海传》。《藏海传》讲述大庸国钦天监监正蒯夺之子智奴，因一夜间遭遇灭门惨案，背负血海深仇。经过10年隐忍与学习，他化名藏海重返京城，凭借卓越的营造技艺和谋略，在朝堂上步步高升。藏海最终揭露了当年灭门的真相，为家族昭雪冤屈。在成长过程中，他也看到了朝堂的弊端。最终，他为了国家的安定与百姓的安居乐业，协助大庸成功化解了战争，实现和平。2025电视剧推荐14虚国王在冬眠。虚国王在冬眠讲述漫画家为之意外卷入丑闻，公司没收了他的笔名和作品版权。消沉之际，他偶然看到一段单板滑雪视频，被选手的无畏精神打动，决心以滑雪为题重新创作。前往北山雪场采风时，为之邂逅了教练丹虫。在跌跌撞撞的滑雪练习中，为之锻炼出不服输的意志，也渐渐喜欢上丹虫。丹虫曾是职业选手，因家庭原因退役，但心中仍怀热爱。看到为之对事业的执着，丹虫决定重返训练场。最终，为之赢回名誉与版权，丹虫用金牌回报努力，两人也走到了一起。2025电视剧推荐15南红。南红讲述温以凡回到家乡工作，意外遇见高中同学桑延，两人久别重逢，表面装作不认识，但却频繁巧遇。温以凡遭隔壁男子骚扰，决定搬家，而桑延的公寓因邻居失火需重新装潢，两人因此阴差阳错地合租在一起。原本互相逃避的他们逐渐打破隔阂，桑延的细心照顾让温以凡敞开心扉，勇敢追求桑延。桑延也跨越城市向他告白，两人正式确立关系。温以凡坦诚当初未与桑延考同一所大学的原因，桑延心疼不已，承诺不再让他受伤害。最终，他们搬入桑延亲手设计的新家，共同开创幸福生活。2025电视剧推荐16贵女。庄寒燕自幼被弃于南方乡下，后来辗转回到京城的庄家，这引起了大理寺少卿傅云熙的注意。傅云熙因身患奇症，希望娶一位德才兼备的妻子来照顾亲朋，勇敢且善良的庄寒燕成为他的理想人选。两人在互相试探的过程中爱上了彼此，寒燕也与母亲和解，找回失去的亲情，并在傅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最终，庄寒燕和傅云熙联手揭露了庄家家长庄世阳伪善面具下的罪行，成为恩爱夫妻。2025电视剧推荐17榜上佳婿。江宁检府千金简明书意外坠崖失忆，从而躲过灭门惨案，
并被心上人陆长所救。两人携手前往京城应试。对自身身份产生怀疑的他开始在内宅探案，意外获得身世线索。然而，调查逐渐陷入困境，自以为孤身涉险的明叔，其实一直受到陆兰的默默守护。陆来的温柔陪伴渐渐融化了他的心。两人多次携手共度难关，最终确认彼此的心意，决定携手共度余生。2025电视剧推荐18语进长安。大晋女将军黎霜骁勇善战，受命在1月内找出军中奸细。某日，她偶然救下一位身负重伤且失去记忆的男子，将其带回军营。男子恳求随黎霜征战，黎霜为他取名晋安，寓意大晋长治久安。两人合力揪出奸细，但遭遇新任监军的刁难和邻国大姚屡次侵犯。凭借过人的智谋，晋安与黎霜克服重重困难，并暗生情愫。后来，晋安逐渐恢复记忆，发现自己竟是大姚的镇世王。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厌倦战争的二人决定联手化解危机，为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2025电视剧推荐19定风波。在大婚当日，风波湖上，大齐第一神探萧北明遭嫁祸为恶魔夜煞，被指控弑师叛国，不得不跳湖逃亡。3年后，萧北明重返京城，获得师妹钟雪曼的信任。他与一群机智果敢的伙伴在黑暗中奋力合作，以生命为代价冒险行动，联手破解多起奇案，揭露夜煞的真相，平定大齐的风波，守护天下百姓的安宁。2025电视剧推荐20许我耀眼。许我耀眼讲述当红女主播许妍与都市精英沈浩明看似拥有完美的婚姻，但实际上两人因为不同的出身背景和价值观而无法真正融入彼此的生活和社交圈。这段人人称羡的关系中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最终导致了激烈的冲突。许妍决然离开了沈浩明的掌控，让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对他的深爱，并开始努力挽回他的心。经历重重考验，他们能否克服障碍，再度走回彼此身边呢？2025电视剧推荐21七根新简。上古时期，云铁包裹的外星物体降临凤子岭，释放出7个神秘生物。这些生物能寄生在人类体内，干扰意识，引发恶行。上古大德与弟子用神木打造7块木简，将异物封入其中，称为7根新简，并以云铁制成的凤凰鸾扣封印之。历代能人志士继承大德遗志，记录封印之法，传于后世。100年前，一只犬在凤子岭挖出木简，新简重现。随后20年间，离奇凶案频发。穆代、罗任、严红沙、1万3和曹延华5位热血青年组成凤凰小分队，踏上收服凶简的冒险旅程。2025电视剧推荐22念无双。念无双讲述数万年前神魔大战中，原生之神太和使用神器神之左手封印魔神，但神器随后毁坏坠落人界，众神陷入长眠，3界再无神迹。战鬼族趁机崛起，引发大战。神女无双化身人族少女，潜入神仆家族有狐一族，成为祭司元众的贴身侍女，计划夺回他体内的神之左手。然而，无双目睹元众被族人孤立，心生怜惜，决定帮助他解开封印。随着战鬼族卷土重来，元众下山解封，但被无双治愈后，两人情投意合。最终，他们联手打败了敌人，为3界带来和平。2025电视剧推荐23狐妖小红娘竹叶篇。狐妖小红娘竹叶篇由刘诗诗和张云龙主演，改编自卢小欣的同名漫画。故事发生在人妖对立的背景下，东方家的掌舵者东方怀竹与王权家的王权红叶携手合作，共同重振一气盟，致力于安定局势。在7月初7的淮水竹亭，他们以敌鞘相依，
坚守最动人的约定，开启了一段更为悠久的传奇。2025电视剧推荐24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王权富贵是王权霸业和东方怀竹的儿子，也是王权世家最强的成员。作为家族培养的道门兵人，他的生活失去了自由。青铜原本是毒娘子派到王权家刺探情报的间谍，但在与王权富贵相识后，在他的帮助下恢复了自由。王权富贵也在这段关系中，心中渴望自由和天下大同的信念被逐渐点燃。经历万箭穿心的考验后，王权富贵带着青铜离开了王权山庄，踏上了自己所悟的道路。2025电视剧推荐25凡人修仙传。山村出身的普通穷小子韩立阳杨氏，偶然之下进入了一个江湖小门派。尽管资质平庸，但他凭借自身的努力和精明的算计，最终成功修炼成仙。2025电视剧推荐26冬至。齐州银行和平区支行的柜台会计陈一平和妻子戴家及女儿拥有一个不富裕但美满的3口之家。相比之下，北京市局刑侦处长蒋涵虽有突出的工作业绩，但婚姻生活不如意。两人原本生活在各自的世界，却因一起银行库款失窃案被卷入同一场较量。警方利用心理测试技术调查，然而进展不顺，请求北京支援。蒋涵凭借直觉深入调查，陈一平则在辞职前夕收到神秘邮件，面临人生抉择。随着调查深入，幕后黑手逐渐浮现，但专案组发现一切才刚开始。2025电视剧推荐27白月繁星。白月繁星讲述凡人少女白硕在寻仙报恩的旅途中，意外结识了妖族大神范月，两人因误会而相识，从此结伴同行，展开一段奇异的旅程。一路上，他们携手对抗邪怪、除恶妖，从最初的互相利用发展到互生爱意，彼此双向奔赴。这段旅程中，爱情与磨难交织，二人共同成长，激励人心。2025电视剧推荐28锦月如歌。为保家族爵位，何家长女何燕被迫扮成嫡长子何如妃。少年时，她在咸昌馆初识天之骄子萧觉，后为摆脱家族命运，毅然离开血馆，投身沙场。多年后，何燕荣归故里，却因兄长何如妃回归被家族设计。她化身城门校尉之女，女扮男装赴叶州投军，决心夺回一切。何燕结识了温润如玉的楚昭，并与萧觉重逢。萧觉怀疑他是奸细，处处试探，何燕则以叶州卫第一的成绩证明实力。经历孙家事件、济阳王女事件、润都守城之战，两人几经生死，最终互通心意。2025电视剧推荐29滤镜。新科技产品滤镜手环让普通的苏程程拥有改变外观的能力。她化身大美女苏淼，女博士方景和司曼南拳盛唐，不仅实现了自己的逆袭，还帮助弱小伸张正义。唐琪对苏淼心动，与方景志同道合，欣赏拳盛唐。为保守秘密，苏程程不断撒谎，导致唐琪失去爱人，眼疾加重。最终，唐琪揭开真相，明白自己爱的只有苏程程。两人携手推动千鸟级美妆品牌，提倡自然自信的美。经历考验后，苏程程认识到美应源自真实，并努力追梦。2025电视剧推荐30爱你。饭店客房部经理沈西凡因高强度工作而患上失眠，在中医科看诊时结识了中医师何苏叶。他因工作繁忙常忘记拿药，令何苏叶颇感头痛。原以为两人仅止于医病关系，未料他们竟住在同一社区。一次次的不期而遇，让他们之间的情愫渐渐萌芽。沈西凡因过去失败的初恋而谨慎，何苏叶的温和让他慢慢打开心扉。他对中医事业的坚持与努力，也激励着沈西凡追寻理想。
最终，两人心灵相契，有情人终成眷属。2025电视剧推荐31横门有狐临江仙。李清月与大成玄尊白酒丝在相爱相杀中，最终解开误会，共同度过劫难，拯救苍生，谱写出一曲绝美的仙侠爱情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樊梨儿和张酸一路陪伴并帮助他们，逐步揭开最后的真相，为他们的旅程增添了更多的情感与惊喜。2025电视剧推荐32萧启清壤。萧启清壤讲述作家聂曦在参观《山海经》主题展览后获得灵感，创作出一部充满东方色彩的都市奇幻小说。小说讲述隐秘民间异能组织南山猎人中，风刀聂九罗与阳光正直、忍辱负重多年的严拓不打不相识的故事。他们在几次生死合作中逐渐建立起信任与好感，共同对抗的萧，最终守护爱与和平，并成为眷属。2025电视剧推荐33陷入我们的热恋。故事始于南方多雨的庆仪式，瑞军黑马徐之与裸分状元陈陆舟因误会相识，从此展开之总与陈大诗人的故事。两人嬉笑互对，暧昧渐浓，却因现实被迫暂停缘分。陈陆舟被安排出国留学，徐之则如愿赴北京学建筑。命运的齿轮因一场意外转动，陈陆舟放弃留学，回国补录到徐之的大学。久别重逢后，他勇敢追求前女友徐之，两人互相治愈，彼此守护，陷入一场永不落幕的热恋。2025电视剧推荐34子夜归。子夜归剧情围绕在长安城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神秘的世界，隐秘儿女们只有在子夜时分方能归来。孤傲的郎君与玩眷的贵女在双重身份中穿梭，白天他们是欢乐的爱侣，夜晚则殊死搏斗，只为守护一方的太平与安宁。故事讲述了梅竹与于武真之间的宿命牵绊，他们携手共护长安，在爱与责任中奋战，致力于佑护海晏和亲的理想。25电视剧推荐35长安的荔枝。大唐年间，李善德在同僚欺瞒下，从监视变为荔枝使，被迫承担从岭南运送新鲜荔枝至长安的艰难任务。荔枝一日色变，2日香变，3日未变，而岭南距长安5000余里，条件极其苛刻。为保女儿李秀儿的安稳，李善德无奈启程。同时，正平安为左相寻找扳倒右相的罪证，已先行抵达岭南。两人在他乡相遇，结识了胡商会长阿米塔、空浪坊主云清等人，并面临刺史和有光和长书记赵新民的阻挠。任务难度陡增，他们该如何打破死局，寻找生机？2025电视剧推荐36清明上河图密码。北宋宣和年间，汴梁城区二巷住着性格各异的赵不由、温月等一家5口。赵不由是大理寺的贴书小吏，只想过平凡生活，而妻子温月则一心想置宅购田。尽管经常吵闹，一家人依然其乐融融。一次意外，他们被卷入轰动的煤船大案，随着案件的破解，各自施展才能，解决家庭问题并成长。最终，他们重新认识彼此，携手揭露幕后黑手的伪善与恶行，不仅捍卫了家庭幸福，也守护了汴梁百姓的安乐。2025电视剧推荐37唐朝诡事录之长安。故事设定在盛唐初期的长安，各路势力将长安视为棋局。由卢凌风和苏无名领衔的唐鬼小分队，或主动或被动卷入其中，随着天子和公主的推动，挑动着天下局势。在这座失意与危险并存的长安城中，他们坚持正义与良善，致力于破除诡计，正心解密诡事背后的人心暗秘。2025电视剧推荐38暗河传。江湖第一刺客组织暗河的最高统领者危在旦夕，为争夺继位之位，三大家主纷纷派出刺客展开刺杀行动，一场关乎生死和组织未来的竞赛由此展开。
苏沐雨作为暗河只属于最高统领者的朱影团首领，被迫卷入这场权力之争。他与好友因各自的信念而拔剑相向，开始了一场充满矛盾与挑战的对决。2025电视剧推荐39赴山海。酷爱武侠小说但被现实磨去棱角的咸鱼萧明明，透过小说男主角萧秋水的视角，经历了一场武林世界的冒险。从武力低微、热血冲动的少年剑客，萧秋水最终成长为有情有义、保家卫国的大侠。此后，萧明明在工作之余不忘创作，通过小说继续传递人心因义而聚的信念。2025电视剧推荐40木须辞。木须辞讲述了天赋异禀的鬼王贺思木在修木密石时，意外遇见小将军段须，两人互相试探并建立了五感相通的联系。贺思木逐渐了解段须的黑暗过往和心中的志向，而段须也发现了贺思木的坚守与孤独。在这个故事中，寿命仅100年的凡人段须与400岁仍是少女的恶鬼贺思木，用爱意抵抗时间的洪流，携手守护美好的人间。2025电视剧推荐41大凤打更人。大凤打更人讲述现代打工人杨凌王贺帝释意外穿越到玄幻色彩浓厚的大凤王朝，化身为监察百官、替百姓破案的打更人铜锣许七安。他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推理能力，成功破解多起离奇案件，被誉为大凤的断案高手。在这个充满妖怪、法术、人心诡谲的世界里，他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迎难而上，敢于牺牲自我，共同对抗朝廷的黑暗势力，为百姓和公道发声，齐心守护大凤的安定。2025电视剧推荐42灼灼韶华风何起。2025年，兰兰为救哥哥兰库中而嫁入陈记药铺，成为大少爷陈大顺的妻子。凭借诚信和出色的商业才能，她赢得了陈父的赏识，成为药铺的管理人。随着陈父和陈大顺意外去世，陈二顺继承药铺却败光家财，药铺陷入困境。兰屡艰苦创立华顺药铺，养活一家老小。尽管他决心与初恋情人夏初开启新生活，却遭到陈二顺和陈母的阻挠。陈家被土匪洗劫后，兰兰失去女儿，伤心之余独自前往上海。在上海，她在永新百货表现卓越，受文之秋邀请共同创业，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女商人。2025电视剧推荐43长安24记。文成年间，虎臂暗卫在长安城盘踞多年，势力根深蒂固。淮南县衙主簿胡莹收到帝王姬武阳的秘密诏书，被紧急调入长安，负责铲除奸佞。虎臂将军严凤山不满大权旁落，集结虎臂暗卫势力，企图列国自立为王。他利用长安城中的藏兵巷做掩护，伺机反击。在姬武阳的协助下，胡莹联合忠义将领顾玉、剑客叶征、画家白婉和年轻文士谢子陵等人，智勇并用，成功摧毁藏兵巷，粉碎严凤山的阴谋，让长安城重现清明。2025电视剧推荐44北上。北上改编自徐则臣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运河沿岸几代人追寻梦想的故事。2025年，船工邵长来载着意大利旅行家马克前往北京，却因义和团运动船被烧毁，梦想破灭。2025年，邵长来之子邵平安为保护地下党，付出了生命和船只。到2025年，邵长来的玄孙邵星驰回乡疗伤，结识了女画家孙艳林等人，决心联手创作大型实景演出《千里运河图》，以向大运河致敬，展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荣耀。